Hello，大家好，又到深夜了今天我们来聊一支 Citizen 西铁城出的一支叫做 ProMaster 的 Diver，它是一支300米的饱和潜水表，然后搭载了他们家最新的这个1365的机芯。为什么叫365呢？因为它只要充一次电就能够续航365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里程碑，不只是专业的工具表，也是我觉得蛮好看、蛮特别的一支有收藏价值的，我觉得蛮猛的一个怪兽。OK，它的型号叫做 BN1024-011不只是设计上它承袭了 ProMaster 很多经典的元素，像是4点钟的表冠然后防护冠，还有那些粗犷的单项圈，还加入了排氦阀，符合了真正的 ISO 6425的饱和潜水认证，而且不是上一代的200米，而是这一次直接给了你300米，整个专业性能是大大的提升。它的表径比较大，是46mm，然后厚度是16mm。那说真的，这并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的手表，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么的 beefy 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它适合那些手腕够粗或者是喜欢工具感爆棚的表友。那如果你们是收藏家，那更不用担心它在表盒里面会停电，因为1365机芯1年的续航，随便晒个太阳、灯光半个小时就可以重新的满电复活。那定价的部分呢，也很简单，它其实就不到$700，大概换算台币就是2万多一点点。不过透过一些折扣，应该14000、15000就可以入手。那以它的规格来说，这个价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有竞争力的。OK，那这支影片呢，我一样会用吉米式的这个聊天的风格带大家整个走一趟，聊一聊它的设计故事，看一看它的机型亮点，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它的市场的定位，以及什么样的人适合入手这个表。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OK，这只表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头脑里面冒的是哇，这个有点像是精工的鲔鱼罐头那一种厚实感、霸气、工具感满满的造型。对于我这种常常在看工具表、潜水表的人来说呢，我的眼睛马上就被它抓走了。OK，那我觉得就是好了，在我们正式进入开始聊这个手表之前，我们先照惯例来呼吁一下，就是欢迎大家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子边聊天边讲表的故事风格、叙事风格，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如果广告跳出来的时候，麻烦大家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给我跟小编很大的鼓励，先谢谢啦。OK，今天这只表呢，粗犷有排氦，全新的材质。那甚至是设计的灵感都跟深海有关。那我们今天就拆开来一步一步，我们慢慢的聊。那首先我们要聊这支 BN1024-01之前呢，就不能不提到它的上一代，也就是 BN0150-101。那这一只表几乎是许多入门潜水玩家的一个很棒的选择。它拥有专业的200米防水，并且它有 Eco Drive 的机芯，价格非常亲民又很耐用，可以算是国民潜水表。在过去的10年里面，它在论坛、YouTube 二手市场上都有很不错的讨论度，几乎等同于 Seiko 的 SKX 的平价潜水表领域里面的地位。但是随着这个日换星移呢，这个时间的推进，市场的需求也在改变。近几年消费者对于潜水表的期待不再只是一个能下水就好的规格，而是开始追求更高的材质、更耐用的材质、更长的续航，以及更有特色的设计。尤其在 Seiko Prospect 系列逐渐把价格往上推，让许多消费者开始觉得，Seiko 好像越来越贵咯。这也给了西铁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于是这个 BN1024 的 -011 诞生了。它并不是一个从零开始设计的新表，而是延续上一代 BN0150-101 的一个设计基因，再次做一个全面的升级。OK，那我们大概先分成3点来讲它升级的部分。第一个是它的防水性能从200米提升到了300米，达到了真正的饱和潜水等级。那表径的材质从一般的矿物石玻璃升级到了4个 mm 厚度的蓝宝石，整个抗刮抗压力的强度都变得更高，并且换上了最新他们家的1365 Eco Drive 的机芯，只要充电一次就可以走365天，所以它的整个续航是翻倍的，并且新增了专业的排氦阀，符合 ISO 6425附录 A 里面的专业规范。那这一些升级呢，让这只表从入门潜水表正式跨入了专业领域。
它的定位也很明确，价格压在$700以下，却给你2、3倍、4倍的价格才会出现的规格。那整个设计的灵感也很值得一提。OK， 不管是黑灰或者是黑红，都可以我们可以说它是来自于深海的一个很诗意的一个设计。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表壳，确实，我觉得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像这个 tuna can， 很像这个鲔鱼罐头。但是从品牌战略来看，这一次呢，Citizen 对于 Seiko， 我觉得有一种宣誓下战帖的感觉。在 Seiko 把 Turtle 啊、Sumo 啊这些价格抬到2万台币以上的时候，Citizen 它还是做了一个1万多块就给你的饱和潜水、蓝宝石，然后环保材质表带，再加上续航1年的全新 Eco Drive 的机芯。我觉得这也是要让消费者重新去思考，我是不是除了 Seiko 的 Prospect 系列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问我 BN1024 它的这个定位的话，我会觉得它从1989年开始，这个整个 ProMaster 系列的诞生，到现在它已经超过了35年。那这个系列一直强调的所谓的专业功能、可靠工具，就像 BN1024这一段的历史的延续，有传统、有创新，也是一种承先启后的存在。OK， 所以你问我这只表的定位，我会把它定位在是一个很平价专业潜水领域的一个很棒的里程碑。它也是对整个市场下的一个挑战，对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更是一个很棒的惊喜。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它的表径，它用的是这个4个 mm 厚的蓝宝石水晶，而且里面有做这个防反光的这个镀膜。那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规格配置，为什么？因为宝石的硬度更高，耐刮力更强，不容易在潜水或者是日常佩戴中被刮花，加上了4个 mm 的厚度，它可以承受超过标示深度的压力，实际的测试甚至可以到375米，比官方的300米还要更严苛。这就是 ISO 6425规范下所相比较跟前一代矿物玻璃，它虽然便宜，但是长期使用容易磨损。所以这一次的升级，我觉得真的算是很有诚意。那再来是它整个外圈的设计，它使用的是120格的这个 Click 的这个单向旋转外圈，那这也是很多专业潜水表必备的功能。外圈上它的分钟刻度设计得很巧妙，5分钟的大刻度位于这个外圈的平面上面，那秒针的部分呢，则是在于凹陷的斜内侧。那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水下快速的辨识，也能够精准的阅读时间。OK， 外圈也做了很粗犷的齿状设计，方便戴着手套也可以操作。那这一点它也延续了 ProMaster 的这个设计风格。接着是表盘，这一次的表盘呢，不光是有这个黑到这个黑灰的这种渐层表盘，它也有红色的渐层表盘。也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我记得好像红色还是另外有一个绚丽的颜色是限量版的。Anyway， 它有一点像是在对潜水环境的一种致敬，就代表着当你越潜越深的时候，光线就开始逐渐的变少，视野开始变暗。那表盘的设计就像在提醒你，这是一只真正的深海工具表。那它的红色渐层版本呢，就我刚刚讲的，就更多的一点个性，更多的一点点 passion， 适合一点低调中想要一点亮点的玩家。那指针的部分呢，里面也很讲究，非常的宽大，大量的夜光涂层，确保在低光源深海环境中你可以清晰可见。OK， 那虽然这次的1024没有像前一代这样使用橘色的分钟针，但是对比度依然非常的足够，是走一种很实用主义的选择，不走花俏，但是求稳定。OK， 表壳的尺寸方面呢，我们刚刚讲的是46 mm， 厚度是 16.3 mm， 重量来到了161，这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非常重的一只手表大块头。但是因为它采用了无表耳的设计，所以它让表的这个上下的延伸不会感觉过多，加上它表带的特殊的结构，实际上感觉起来会好像比46要小一点点。那对于很多中等手腕的玩家试过之后都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难驾驭它。OK， 但是的确16个 mm 确实是一个挑战。如果你穿衣服的话，基本上它长袖一定是会凸出来的。那表带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亮点，就是他们用了这个新的这种聚氨酯的材料，那它是由30化学开发的一个环保材质，那它是抗水解，
长期接触水汽啊、高温也不会变质。对于潜水员来说啊，这意味着这个表带是更耐用，它不会像一般橡胶一样，就是几年后就硬化、氧化、断裂。手感上它也比传统的橡胶更为柔软，戴起来更为亲肤。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在跟表壳的衔接处的这个设计比较的突出，会影响表带下弯的这个角度，所以佩戴起来跟 Seiko 的这个尾鱼罐头无表耳的设计还是有一点点本质上的不一样。那最后要提的就是说呢，它在整个背盖上面做了一个这个像是潜水头盔的一个压纹，这是 ProMaster 系列的一个潜水系列的经典符号，代表了它是专业潜水工具的一个传承。那这个小细节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它提醒你就是这不是一只玩票性质的潜水表，而是真正符合规范的一只潜水工具。总结来说 ，BN1024它整个设计亮点，我可以把它归纳成就是它把专业规格设计的细节做到了价格带里面的极致，不管是在镜面、外圈、表盘，还是这根表带到背盖，它的元素都不断的在强调它是一个能上战场的一个工具表。那它官方的定价呢是欧元是500欧，那美国定价是$675，换算台币大概就是2万多。但是我们都知道 Citizen 在市场上经常会有折扣，所以如果你在日本、香港甚至台湾的表店或找代购买，可能14000到16000之间就可以拿到。这个对比 Seiko 的 Prospect 系列潜水表，比如说像是 Sumo 或者是 Turtle， 现在动辄就2万多、3万。我觉得这支 BN1024就显得非常有竞争力，因为它不只是200米的潜水，而是300米的饱和认证潜水的专业表。再加上 Eco Drive 它的全新的机芯、1年的续航、蓝宝石镜面、全新30研发的表带，这些元素放在一起，我真的可以说它就是万元等级里面目前最强的规格的潜水表，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那我觉得选这个表呢，我觉得可以分为3类。一个就是真的它需要一个标准认证的一个潜水表的手表，那很明确的 BN1024是一个很可靠的工具。再来就是我觉得喜欢这种很 beefy 很 chunky 的这种粗犷潜水表的爱好者，他喜欢大块头工具表，但是又不想要上链，那么多表要上链充电很麻烦。那1365的机芯1年的续航，对于很多的玩家来讲，它是极度的方便的。OK， 那我觉得喜欢这只表的人比较适合中间偏粗的手腕。如果你手腕是太细的人，或者是你只是想要一只日常能够穿西装塞袖口的那种表，那 BN1024就太厚太壮，基本上它是一只非常有态度的潜水表。OK， 所以总结来说呢 ，Citizen ProMaster Diver 的 BN1024，我觉得是一只把经典现代结合得很漂亮的潜水表。它承袭了 BN0150的这个设计语言，但是全部的规格都升级。首先我们就是200米变成300米的饱和防水，然后矿物石玻璃变成了4mm的蓝宝石玻璃。OK， 那再来就是橡胶表带变成了全新的这个聚氨酯的这个30研发的环保表带。再来就是旧款的 Eco Drive 变成了全新的1365的 Eco Drive 的机芯。那这个在万元的价格级距里面你能买到这样的规格，我觉得它本身就非常超值。它不是一个人人都能够驾驭的表，厚度有来到16mm， 直径来到46，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大块头。我觉得它就很适合喜欢工具感的表友。OK， 所以我觉得这只表虽然台湾没有正式发售，但是其实台湾还是有蛮多代购渠道是可以买到这个表的。我觉得以台湾代购帮你送到家的这个价格来讲，其实真的也不算贵，大概就是1万多块。OK， 那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做功课，决定要不要买这只表。最后就是按照惯例，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开心健康戴手表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OK， 那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OK， 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了，拜拜。